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这个春节，我们看到比特币突破了12000美金，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首先来看还是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在目前处在一个调整的阶段，原因是我们看到道指在这轮上涨的趋势当中，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可以看到，反弹过程当中走出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之后，道指呢走出了轮的周线级别上涨。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有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截止到目前它的唐僧阳线已经正式走了出来。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点38927点啊，对于道指来说，这个高点建立之后，日线级别快速走出了一个2月13日情人节前一天的阴线。那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有了这个标志性下跌阴线之后，下方是有机会走出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但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复。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头部，它也要做一个非常容易出现的，通常是使用到的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右多结构之后，再走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因此呢，判断目前是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的一个过程。总而言之啊，周线级别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走在了第二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唐僧阳线位置，这个位置出现之后，唐僧阳线位置之后，它需要经历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高位震荡和调整的过程当中，给 A 股市场、给比特币市场带来了很多机会。因此呢，我们看到节前节后 A 股市场出现了一个大涨行情，比特币市场出现了一个大涨行情，正是由于美股在高位调整，资金跷跷板效应引起的一个大板块之间的不同板块之间的一个资金轮动现象。那么这轮比特币的趋势呢，是由3轮周线级别上涨构成的。首先我们看到低点15476美金出现之后，在23年1月，也就是去年1月当中，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周线级别的上涨阳线，这个上涨阳线叫悟空阳线，走非常复杂的变形了的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轮比特币去年6月份走出了第二轮比特币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6到10月份是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了一个最大的幅度的一个调整过程，调整时间长达4个月。调整到10月比特币月之后，我们看到八节阳线产生出来，第二轮周线级别八节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处于一个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时间是23年12月份，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第3轮次悟空阳线之后，接力连续调整，形成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出现一个诱多迅速下杀回来的过程。这个时间点呢，是比特币在美国通过了 ETF， 通过 ETF 消息利好落地之后变成利空，所以呢它有一个缠绕过程。但是最终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变盘。这一点呢，我在行情分析年前的行情分析当中反复给了出来。但回到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轮行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沙僧阳线。24年2月份，也就是本月初，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仍然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这个预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这个预期得以出现，第3轮次周线级别唐僧阳线出现之后，看到59000美金。到达59000美金附近之后，将会接近前高，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一旦走完的话，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它的调整将会出现。也就是说，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调整，将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唐僧阳线出现之后，有可能做
我们刚才类似于美股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啊，这个调整过程大概率会出现。同时呢，5月份也是比特币减半的一个月，就减半来说，减半后面的行情往往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减半前后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趁头上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回落，也就是说消息落地之后的这个回落过程非常有概率会出现的。但目前来看，周线级别的比特币处在一个杀升阳线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往往是山寨币容易出现暴涨行情的一个机会。同时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激烈的反弹，这个反弹过程当中，目前走在了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八节阳线走完之后，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我们看到当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结构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下跌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同时呢，下跌收敛三角形在这个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容易出现反弹式的变盘。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的领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以太坊目前已经是突破了2900美金，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我们也看到了前面行情当中日线级别上我们就给出了一个矩形结构，同时呢，我们说这个矩形结构实际上是归纳在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内部，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随着时间的延长，必定会产生出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节奏。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以太坊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过程。以太坊目前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之前给出的筹码密集区的一个目标点位，也就是说3000美金附近的是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不建议继续去追多，耐心等待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一个4小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之后才可以重新布局多单。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币种出现了一个轮动的过程，包括我们春节期间看到的 OM， 也包括了今天奋力上涨的 WLD。那WLD 的总量呢是100亿，那100亿枚它是逐渐释放的，因此呢，它目前总量不多。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看到经历了一轮调整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上的收敛三角形，回踩了一个我们看到的1440均线黄色线这里1440均线，下方绿色线1690均线之后速上行。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连续上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本轮行情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对于周线级别来说，WLD 上方是有机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但是呢，目前它做的这个走势，在日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2月16日，它走出了日线级别新的一轮行情，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日线级别上不易追高，因为它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对称性的一个下跌调整过程。所以呢，今天晚间24点之后24点到明天凌晨2点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高点的一个时间点。那在对于喜欢追涨的朋友来说耐心等待它做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的一个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逐渐布局 WLD， 对于他来说，它是今年的热点特别是 AI 板块当中非常热点的一个项目。同时呢，对于这种热点，我们看到已经上榜了热搜榜的第1名它的热度和之前明文板块 ORDI 是类似的，因此呢，仍然看多 WLD。但是对于这种币接它一定是掌握方法，对于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耐心等待它走完调整过程，巨幅震荡，甚至在横盘形成收敛三角形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进场是更合理的。追高往往要获得非常巨大的调整幅度的一个对本金的伤害。调整幅度往往是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高点的低点往往是30%以上的调整这是给人打击特别大的一个调整过程所以呢，不建议去追高，耐心等待它调整之后再布局进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